发炎其实就是你的身体在打仗，短期呢它可以救你的命，伤口愈合啊，感染被清除掉。可是问题呢是慢性低度发炎呢，它不会痛，你感觉不到，可是它一直存在。那有4件事呢让你正在发炎，至少有2件呢你可能在按 play 之前呢就已经做了。还有呢，我做每一支影片呢都是大量投入很多研究，真的可以按赞支持一下，因为你的按赞呢对我和我的小团队呢真的很有帮助，所以呢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慢性低度发炎呢其实在一般协议里面检查是看不出来的，除非医生呢特别去验 CRP 或者是 HSCRP， 要不然根本抓不到的。很多人在问题呢开始大了以后呢才发现不对劲了，发炎早就好多年了。其实呢背后有4件事情呢推动你的发炎。我们先讲第一个，敌人1呢，你回想你过去24小时吃了什么，把那个清单呢放在脑子里。那我们当然知道洋芋片啊和泡面不好，这个我们都跳过。我要讲的是你以为健康的食物呢，可是其实呢是让你发炎的原因。那有一个食品分类系统呢叫做 NOVA， 就是它把所有的食物呢分成4个等级，依照加工的程度呢来分级的。那第4级呢就是超加工食品，这个跟 calories 无关，也跟脂肪呢多少呢无关，只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个食物呢有没有在你家厨房里不会用到的成分呢？比如说什么乳化剂啊，什么修饰淀粉啊，人工香料啊，如果有的话呢，那就很有可能是第4级。那我们现在来看几个例子。传统早餐店啊，什么现打的豆浆基本上就是黄豆嘛，加水啊，顶多加一点糖，不放冰箱呢很快就会坏了，所以加工程度呢就是很低的食物。但是超商的那种盒装的豆浆呢完全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，因为为了要放好几个礼拜呢不坏，里面呢加了糖啊，然后可能乳化剂啊，什么稳定剂啊，早餐店呢加1匙糖呢不会让它变成超加工食品。我们很多人都会以为说豆浆是天然的东西，是啊，是非常好的东西，可是如果你添加这些东西的话，它就变成了是超加工的食物。还有呢像养乐多这些饮料，养乐多呢你会觉得好像对就是益生菌嘛，可它其实1小瓶就大概已经有10克到14克的糖。那你说益生菌可能是很好，可是这些糖呢在你的肠道呢其实是不好的，所以这些标榜修复肠道的东西呢其实在偷偷的伤害它。那运动饮料呢大部分呢就是水加糖，什么甜味剂啊，人工香料啊，然后很鲜艳的色素啊，就很典型的第4级的食物，不是每天喝的健康饮料啦。还有一个就是全麦吐司，全麦2个字呢并不会改变里面的成分。面包工厂呢为了让吐司软啊，可以好几天啊，然后加了改良剂啊，然后什么乳化剂啊，就是不管它是什么 whole grain 啊，上面写什么，市售的吐司呢都算是第4级的。再来一个就是 salad dressing， 那里面都放了什么胶体啊，然后什么人工香料啊，那这个就已经算是就是加工的食品了。再来就豆干啊，重口味啊，那种腌制的那种啊，还有什么真空包装的版本啊，里面堆满了什么酱料啊，什么糖啊，然后盐啊，然后调味料啊，那就是第4级。那你的肠道呢大概有38兆个细菌，他们在管理的什么免疫啊、代谢啊，还有发炎。超加工食品呢就直接就攻击他们，而且不是花好几个月哦。哈佛的研究发现呢，你的饮食改变啊，从24小时到48小时呢，足以改变你的肠道菌相的组成。48个小时不是说你吃了几个月烂东西，就2天而已哦。那菌相一乱呢，那肠壁呢就开始变弱了。那道墙只有1个细胞后，它是决定说什么东西呢可以进入你的血液。那个墙一弱呢，那缝隙就出现了，那死掉的细菌呢碎片就开始渗出去。那你的免疫系统看到这些东西呢，它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应对，它就直接拉警报。那这些细菌碎片的一种叫做 LPS lipopolysaccharide 脂多糖的物质呢，就直接启动你身体的发炎总开关。但是跟真正的受伤不一样，可是呢没有任何东西就把它关掉，它是关不掉的，停不掉的。而且这不只是发炎而已哦，因为它会影响到你的情绪，因为现在研究已经发现了，你的情绪会影响到你专注力、睡眠品质啊、免疫系统啊，还有自体免疫疾病的风险。那肠道细菌呢在控制血清素的分泌，所以他们会影响 cortisol， 所以他们是直接跟你的大脑沟通的。所以菌相一崩溃，这些系统呢就全部呢就会退化。发炎只是开始的，后面还会有很多问题，那要怎么办呢？第一个你可以做就是你买的东西，你就把任何包装呢把后面拿出来看成分表嘛。那后面如果上面列了一大堆呢，你厨房根本就不会放的东西，胶体啊，什么乳化剂啊，什么修饰淀粉啊，香料啊，一堆糖，这些就是第4级的加工食品。这当然也包括是列为是健康食品一样的。我们现在来讲第2个敌人，你今天呢做了几个小时，算一下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当初做那个深蹲那个影片呢，我的初衷就是要告诉大家，以
一定要少做。早上去健身房呢，你没有把你之后做的这个时间给抵掉呢，这2件事呢是独立计算的。因为我读到了一篇研究，做越久的上班族呢，炎症的指标呢越差，就是跟他们呢有没有运动呢是完全无关的。我这个研究还读了2遍，因为我发现这根本就是在讲我啊，所以我现在桌上就要贴了一个那种 sticky note， 然后上面就写3个字，就是2个字 get up。 我从知道说 gluteal amnesia is real， 就是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就是不能够让自己长时间的坐在那里，长时间坐着你的那个臀肌呢真的呢会忘记怎么用力，骨盆啊前倾啊，然后血液开始就积在那边小腿，淋巴的循环啊开始代谢，流到大脑的血流呢也会下降。这就是为什么你做了一个下午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发现说你的专注力开始溃散。我提醒自己的方式呢就是说不要坐在那边太久，因为在那边会长橘皮组织。那2014年研究的发现呢，就是说做越久的上班族呢，发炎指标呢和胰岛素阻抗力呢就会越差。这个跟他们有没有运动呢没有关系，就是他们就算有在运动呢，他们还是会发炎。所以你的椅子呢想要让你身体发炎啊，比你的饮食呢还要努力啦。其实你可以呢跑5公里，可是如果其他的时间呢你都是坐着，发炎指标呢还是会偏高的。所以运动是没有办法呢抵消就你坐在里面很长时间，你的身体呢是把这2件事情呢是分开计算的。所以健身房不会告诉你这些事。长时间坐着呢，一种叫做 lipoprotein lipase 这个酵素呢，它是会停止运作的。那它的工作呢就是清除你血液中的脂肪。那你一旦停止移动呢，它就会停工。脂肪呢在血液中呢如果待的时间比它应该时间还要待得长的话呢，那你的发炎反应就会来了。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工作的时间很长呢，很累很疲惫，可是有时候不见得是那个，可能就是因为你没有在动。好，我们讲敌人3，那这个呢是给那些看着体重数字呢觉得还好的人。脂肪呢其实不是都一样的，皮下脂肪呢在你皮肤底下也看得到，体重机呢你也量得到，但是内脏脂肪包覆呢在你的内脏周围呢你是看不到的，体重机是量不到的。 BMI 是正常的哦，并不代表内脏的脂肪是没有问题的。这个是针对亚洲族群他的研究发现，说亚洲人的体重呢比西方人呢低得多的情况下，就已经累积了大量的内脏脂肪。 BMI 的标准本来就是用西方人的数据做出来的，所以根本不是为了亚洲人所设计的。但亚洲族群呢很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瘦胖子，外表看起来很瘦呢，可是内脏的脂肪呢已经超标了。一个 BMI 完全正常的台湾女性啊，她的内脏脂肪呢可能已经是持续让她发炎一段时间了。内脏的脂肪呢不是只是放在那边的东西，它是会动的，它是自己会分泌东西的，它直接呢就开始分泌呢，会让你的发炎的细胞激素，比如说 interleukin 6啊，或者是 TNF alpha 进入你的血液哦，不是被触发才被分泌，它就是一直在分泌的，而且它不需要任何讯号，就是它有自己的时间表，就每天的都在跑就对了。随着你的内脏脂肪增加呢，它加速了胶原蛋白分解，而且它会改变脸部的脂肪分布啊，然后眼睛下方的凹陷啊，下颚线的那个线条的消失啊，那种是睡再多呢也改善不了。你在镜子里面看到的某些东西啊，就是那些疲惫感啊，其实很多是内脏脂肪造成的，不是只是岁月。讲好笑就是它其实不会通知你，它就只是就 BCC 你也了不起。那你的免疫系统收到了，你只是住在这栋大楼里面，搞不清楚为什么到处都在烧。好，我们现在讲一下敌人4。你上一次睡满8小时中途没有醒来的时候呢是什么时候？如果你打算之后再来处理这件事情呢，真的不要再等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深度睡眠的时候，就是你身体在利用这个时候呢在制造抗发炎分子，清除当天的累积的损伤。你的身体它是累积的，它不会说我周末补个眠啊，然后我就会把我之前我没有睡好的地方呢补回来。其实呢是很难的，因为肠道产生的这个褪黑激素是大脑的大概400倍。肠道的褪黑激素呢不是用来帮助睡眠的，它是调节肠道功能的，是直接在肠壁发挥抗发炎的作用。睡眠的规律一旦被打乱的话呢，肠道的褪黑激素分泌呢也会跟着乱的。睡不好不只是没有办法恢复发炎，它还会主动让肠道的通透性呢增加，这个跟敌人1呢是同一个机制的。你的肠道和你的睡眠从2个不同的方向在跑同一个系统，所以睡眠不足6个小时呢，只要一个晚上 CRP 呢就会明显的上升。一个晚上哦，不是睡
了几个月，有一项就是涵盖在72人的研究，然后超过5万人的一个系统分析呢，就发现睡眠障碍呢和不正常的睡眠时间呢，跟这个 CRP 还有 interleukin 6啊这些发炎指标呢持续有相关的。就算排除其他风险因素呢，也是一样的。我们来看一下你现在的状况，你虽然优化了饮食，然后可是你还是持续做8个小时。你虽然有去健身房，可是你早餐吃的是第4级的食品。你倒睡得还可以，可是你的肠道呢菌相呢，可能2天前就已经改变了。你发炎持续存在呢，是因为这4个开关呢都要改变，不是只是要改一个。那改了一件事情，然后搞不懂为什么没有效，其实这就是原因。这4个敌人呢，每一个都是让你发炎的方式不一样。超加工食品呢是走肠道的 LPS 路径，久坐呢是 lipoprotein lipase 的停工啊，让血液都累积在那边，然后内脏脂肪呢直接分泌细胞的激素。那睡眠不足就是走 cortisol 啊，还有抗发炎修复的那个路径呢被阻断了。那姜黄素呢，姜黄素里面的成分呢其实只针对其中一个路径，就一条而已，它没有办法重建你的肠道菌相。不是说你今天就随便乱吃，然后你就吃一个姜黄就好了，就是4个系统都坏掉了，不是说靠一个补充品就可以解决得了。其实这个是一个 lifestyle change。 还有你的那个标准血液的检查，可能平常不会去检查什么慢性发炎，可能你要求一下去验一下什么 HS、CRP， 这个是高敏感度的，所以这个是比一般的 CRP 的会更敏感，就可以抓到标准的 CRP 平常抓不到的低度发炎的状况。费用的话应该是不会太高，可是就是你要跟医生主动要求要帮你检查。超过1的话那就是已经是低度发炎状态，那如果是3的话那就是蛮显著的。这个是跟心血管疾病呢它的这个风险增加呢2倍是有关的。如果是超过10的话呢，就是急性发炎，那可能是感染或是受伤了。当然这些数字都随着你的生活习惯的改变，然后持续的调整饮食啊，然后规律的活动啊，优化睡眠啊，12周内呢可以让 HSCRP 下降20到30。这个数字呢不是固定的，你可以改变它的。你4个敌人呢4个对策都不需要大改变，所以就找出你日常中的一个超加工食品，把它换掉它，从这个很简单的开始。那久坐呢每30分钟呢就再起来动个2分钟，这就是研究支持的时间门槛。那内脏脂肪啊，就是阻力训练呢比有氧运动呢更能针对性的减少内脏脂肪，这个差别很重要。睡眠就是固定的睡眠的时间呢跟睡眠总时数呢是一样重要。好，我今天讲完了。你看不到这些发炎的，因为你没有镜子可以照出来，可是你每天的行为呢正在以你看不到的方式来改变你的生理啊。那些食物，那张椅子，看不见的脂肪呢其实就是让你低度的持续发炎。所以我最后再讲，你们今天做了几个小时，你们有边做边深蹲着吗？好，那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